百里虚空离开后，乌马寒霜便立刻找来心腹，交代了他们关于温雪之事，且亲自制定了寻找温雪的计划与方法。这也花费了他一些时间。而那座祖武戒宗遗迹传承被夺，已是没有守护的意义。乌马寒霜便莫再去那边，而是来到了一座私人领地。此刻的乌马寒霜看起来心力交瘁，他是真的看好温雪，莫想到却换来这样的结果。可当他推开店门那一刻，顿时眼前一亮，原本该空空荡荡的店内竟然有着一道身影。温雪，乌马寒霜都怀疑自己看错了，温雪不是逃走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直到温雪对着他施以一礼师尊，唰！可温雪刚开口，一张有力的大手便抓住了温雪的脖颈。是乌马寒霜来到了近前，单手将温雪提了起来。你还敢回来？乌马寒霜的眼中满是怒火与杀意，但看着那面容扭曲、痛苦不堪的温雪，他的手掌却又放开了一些。他也在想，温雪居然敢来找他，多半另有隐情。何况戒天染的一己之言本身也不可信。温雪，到底是怎么回事？戒天染为何说你联手了楚风，夺走了传承？乌马寒霜凝声问道。师尊，戒天染的话不可信，事情不是这样的。温雪满脸委屈。闻言，乌马寒霜立刻松开了温雪，且咬牙切齿的道：这戒天染果然不可信。可此刻温雪却再度开口，虽然是楚风将传承分给了我一些，但并不是我夺走的传承，明明是楚风自己夺走的，这戒天染真能胡扯。听到温雪的话，乌马寒霜整个人僵住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在说什么？乌马寒霜问道。传承不是我与楚风夺的，是楚风一个人夺的。温雪道。你的意思是，你真的联手了楚风？乌马寒霜再问。联手是联手了，但传承不是我夺的啊。温雪道。噗！鲜血喷涌，乌马寒霜的手掌洞穿了温雪的身躯，而他眼中的怒火比先前更盛。毕竟温雪是在耍他。温雪，我待你不薄，为何如此对我？乌马寒霜恶狠狠地问道。师尊确实对弟子不错，可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也是有深有浅。很抱歉了师尊，弟子与楚风的交情更深，当然要帮他。何况那里面有弟子想要的东西，若无楚风相助，弟子也拿不到。温雪明明被洞穿了身躯，鲜血正在喷涌，可他的表情却十分平静，平静的诡异。但乌马寒霜已是顾不得这么多，他此刻已被怒火吞噬。所以从一开始，你便是在利用我，在利用玉宗？乌马寒霜问道。人与人之间不都是利用吗？师尊为何选我做弟子，不选其他人？若弟子是平庸之人，师尊还会选我吗？温雪问道。你天赋好，我才选你不假，可我待你差吗？乌马寒霜问道。正因师尊待弟子不薄，弟子也才来找师尊啊。温雪道。而这句话让乌马寒霜清醒了一些。温雪明明离开了，为何还找自己？起初他以为是温雪想洗刷冤屈，结果他却坦白了。那么温雪到底是何缘故来找自己？真的只是为了耍他？那不就是找死？你到底有何目的？乌马寒霜问。弟子想请师尊帮个忙，我师弟楚风想入不朽星域，还请师尊带个路。温雪道。闻言，乌马寒霜眼中杀意再度狂涌。想让我也做狱宗的叛徒吗？那进入温雪腹部的手掌猛然握紧，温雪也是痛得面容扭曲，可温雪的嘴角却扬起一抹诡异的弧度。他抬头看向乌马寒霜师尊，你是要杀了你弟子吗？你辜负我的信任，背叛成就你的狱宗，你难道不该杀？乌马寒霜咬牙切齿的道。如今他对温雪没有了半点师徒之情，有的只是恨。因为对温雪的信任，反而使得他坑害了信任他的百里虚空。既然如此，师尊便动手吧。可若是师尊真的杀了弟子，那你我的师徒之情便也到此为止了。温雪道。师徒之情，你也配提？噗！砰的一声，武力肆虐，同时还夹带着血水。墙壁、
地下、棚顶，到处都是。那是温雪。乌马寒霜喘着粗气，哪怕已将温雪抹杀的骨肉不剩，可却依旧怒气难消，因为他至此也想不通，温雪好好的，为何要来寻死？师尊，既然如此，那就莫怪弟子不念师徒之情了。可就在此刻，温雪的声音再度响起，这让乌马寒霜脸色巨变。他明明已经将温雪抹除，形魂俱灭，下一刻，宫殿的一切消失不见。乌马寒霜进入了一片混沌空间，忽然，一团光芒自远处浮现，随其靠近，那光芒的体积远超乌马寒霜想象，竟比寻常的世界还要大得多，宛如一轮太阳降临。只不过，它不是滔天的火焰，而是洁净的白光。可那白光之中，竟满是雷霆巨兽，遮天蔽日的雷霆巨兽，在那白光中，不仅显得渺小，且数量之多，竟是密密麻麻。只不过那雷霆巨兽却并非酒色，而是如同被那光芒体同化了一半，皆是白色。不过很快，那巨大的光芒体开始缩小，不过转眼间化作只有苹果大小，落入了一张小手之中。那是一名满头白发，身穿白裙，就连皮肤都白得不正常，如白玉雕琢而成的女子。温雪。乌马寒霜满眼惊讶，尽管女子更高，面容也更成熟，与温雪的气质全然不同，可从那五官中仍能找到温雪的影子。师尊，正是弟子啊。女子开口，声音也变了，可她的笑容却与温雪一模一样。轰隆隆。然而温雪刚回答，磅礴的武力便向温雪冲击而去，只是磅礴的武力却在温雪面前散开，根本无法靠近温雪。枪！忽然一把神兵大刀从天而降，使乌马寒霜来到了近前。这一刀距离温雪很近，只是这一刀依旧无法靠近温雪。尽管双手握刀的乌马寒霜已是施展了全力，宛如在他们二人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壁。你到底是什么人？乌马寒霜凝声问道。这方诡异的空间不提，温雪的实力也是在他之上，因为身为四品天神的他能感受到，挡下他的力量乃是威压，那是修武者的手段，且源自于温雪本身。最主要的是，温雪的气息也变了，此刻的他已不再是小辈，他身上流转的时间气息非常久远，这是老妖物的身上才有的古老气息。我是什么人？我是您亲爱的弟子啊，师尊。温雪笑容变得诡异，另一只手摊开，竟有一条诡异的虫子出现在掌心之中。还不待乌马寒霜反应过来，噗的一声，那握住蛊虫的手掌便刺入了乌马寒霜的丹田。此刻乌马寒霜的面容变得异常扭曲，似是在抵抗着什么，而温雪则是伸手抚摸着乌马寒霜的头发，轻柔的道：师尊，别挣扎了，这狱宗的叛徒啊，您是坐定了。温雪的笑容越发诡异。祖武界宗主城如今被七界圣府掌控，有强大的结界之力封锁着，且覆盖范围极广，可见七界圣府对此的重视。可楚风却察觉到钥匙碎片有了反应，钥匙碎片连接着隐于此地更强大的阵法，那自然是祖武界宗主城的阵法。七界圣府，你们设下这种强度的结界，就是防我吧？不过可惜，你们又要失算了。楚风看着手中的钥匙碎片，得意的笑了。因为若是如此，他倒是省去很多麻烦。怎么了，楚风？淡淡则是不解楚风的话。有了他，七界圣府拦不住我。楚风说话间，握紧钥匙碎片。下一刻，一股传送之力覆盖楚风，楚风进入了一座浩瀚的城池之中。楚风御空而起，除了身后那通天的大门与城墙外，他根本看不到这城池的边际。以楚风目前的修为，身在其中竟感觉渺小。楚风是成功了吗？淡淡发出惊呼。因为楚风是本体进来的，而非一时。因为这里的建筑非常的精致，到处都蕴含界灵师的心血。很显然，这就是祖武界宗的主城之内。楚风尝试向前飞掠，可飞掠没有多久，一道传送之力便出现，将楚风传送回了刚刚所在的位置。看来没有成功。楚风道：因为他被困在这里了，
只要超出这个范围，便会被传送回到此地。楚风，钥匙碎片并未凑齐，你为何来此？一道老者声音自楚风身后响彻。回身观望，一位身高2米，白袍如雪，白发如雪，手中还握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白玉拐杖的老者立于虚空之上。晚辈拜见司空前辈。见到这位，楚风赶忙施以一礼。这位名为司空长生，乃是祖武界宗的强者，且他并非阵法所化，而是真实存在。在楚风拿到第一道钥匙碎片的时候，曾见过这位。说来意，司空长生态度冷漠，与第一次见面交谈时态度很是不同，如今非常官方。楚风张开手掌，3道钥匙碎片漂浮而出。前辈，祖武界宗所留遗迹均已被破，但其余2个钥匙碎片在他人手中，晚辈只得到3道。楚风说道：“你是想问3道钥匙碎片可否得到我祖武界宗留下的传承？”司空长生问。是。楚风道：“不可。若想得到此地传承，必须集齐5道碎片，拼凑出完整的钥匙。若是不能，便也莫资格得到此地传承。”司空长生道：“前辈，若是这样，晚辈短时间内可能就无法得到此地传承，甚至永远都无法得到此地传承了。因为晚辈也迟早要进入第9道天河的，到时晚辈带着钥匙碎片离开，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进入此地。可祖武界宗传承留在此地，就是给有需要之人，给其他人也是给晚辈也是给，还不如就给晚辈了。前辈能否通融一下？”楚风说道。“通融？给老夫一个通融的理由。”司空长生道。楚风思考了一下，实在想不到，毕竟天赋这一块，其实司空长生也看得出来，于是只得到毕竟是老乡。司空长生表现得很是无奈，无奈的说不出话来。“前辈，真的没有可能吗？”楚风又问。“绝无可能。”司空长生道。“多谢前辈指点，那晚辈便先告辞了。”眼见如此，楚风也不强求，施以一礼，便打算离开。谁说绝无可能的？可就在此刻，却有一名老妇人的声音响起。“谁？”闻言，司空长生顿时面露警戒之色。楚风进入此地是他的特许，正常来说，不可能有其他人进入此地。可四下观望，却根本看不到任何身影。“司空长生，你连本尊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那声音再度响起，同时前方空间一阵扭曲，一道半透明的灵魂体浮现而出，立于虚空之上。那是一位老妇人，她满头白发，可白发尾端却又有着七彩之色，有着别样的美感。虽然年迈，脸上已布满皱纹，可皮肤却光滑如玉，哪怕苍老，却也并不丑陋，反而端庄无比，气质出众。想必其年轻之时必然拥有绝顶美貌。而他额头处镶嵌着一颗七色宝石，宝石力量强大，使其魂体不散。看到这位老妇人，司空长生先是一愣，旋即便半跪在虚空之上，对其施以大礼。“属下司空长生拜见宗主大人。”见状，楚风也赶忙施以一礼，晚辈楚风拜见前辈。这位便是之前楚风在祖武界宗遗迹看到的那位给予强语重提示的老妇人，也是温雪口中祖武界宗的宗主上官黄泉。只是之前楚风在遗迹中见到的是阵法所化，而这位不是。虽也不是本体，但这位拥有本体的意识。真是岁月无情，当初我宗的后生，如今也这么老了。上官黄泉来到近前，手掌微微抬起。司空长生明白其意，便站起身来。想不到属下还有机会见到宗主大人。宗主大人，您进来可好？司空长生再度开口，声音都在颤抖，眼眶已被泪花填满。当年上官黄泉离开时，已是大限将至，时日不多。虽说他看得出来，如今上官黄泉是利用至宝才能所施展的手段，而非本体，但必然是本体操控，说明上官黄泉尚且在世。本尊很好。上官黄泉笑了笑，旋即道：“风龙牢珠还在吗？”“还在。”司空长生赶忙以双手捧出一物。
说是珠子，却有西瓜大小，就像是一个椭圆形的石头，外面覆盖强大的结界之力，散发远古气息。上官黄泉接过此物，看向楚风。楚风，本尊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但要看你愿不愿意。晚辈愿意。楚风说道。话别说得太早。这颗珠子内封印着一道真龙残石，虽是残石，但却依旧蕴含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其所在的龙窟范围内，就连本尊也奈何不了它。但只要将它引出龙窟，本尊便有办法将其收服。你要做的就是将它引出来，但这件事是有生命危险的，你还愿意吗？上官黄泉问道。晚辈愿意。楚风再道。闻言，上官黄泉双眼微眯，目光意味深长。你还真不怕死啊？晚辈怕死，但有事必须要做。楚风道。行，那便随本尊来吧。上官黄泉话音落下，便感觉周围一阵变化。下一刻，已离开祖武界宗主城，来到一座世界的上空。下方是植被茂密的平原，说是平原，但远处却有着一座大山。大山形态古怪，散发强大气息，连周遭天地都被影响。想必那便是龙窟。而在楚风身旁，则是站着上官黄泉以及司空长生。那座龙窟，我不能靠得太近，会被察觉。你要自己过去了。上官黄泉道。前辈，晚辈要如何将他引出来？楚风问道。这个要你自己想办法，我若知道，就不用找你帮忙了。但我提醒你，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成功过。上官黄泉道。有劳前辈，在此等候。楚风说话间，便向龙窟飞掠而去。可司空长生的声音却是响起。楚风，你想清楚，这道真龙残石极其狡猾残暴，死在他手中的高手数不胜数，大多都在你修为之上。司空长生道。晚辈会小心的。楚风此话说完，便再度向龙窟飞掠而去。但在飞行途中，楚风便已开始布置隐藏结界。怎么，惜才？上官黄泉笑眯眯地看向司空长生，虽面带笑意，可他的目光却凌厉无比，如同两把利刃，可穿人心。抱歉宗主，楚风确实是难得的人才，而他此去几乎没有生还可能。司空长生不敢隐瞒想法，只得施以大礼。有酒吗？上官黄泉问。宗主，属下不会饮酒，所以身上没有备酒，不过有龙泉。司空长生说话间，取出一个葫芦。龙蜥一族酿造的龙泉？上官黄泉问。是，且是上好的龙泉。司空长生道。本尊尝尝吧。上官黄泉打开葫芦，往嘴里倒了一大口，旋即噗的一声，全都喷了出去。呸！一如既往的难喝。上官黄泉将葫芦丢还给了司空长生，旋即道：本尊留下这件可连接本体的宝物，却迟迟没有催动，就是因为此物一旦催动，它所维持的时间不会超过20日。当其力量散去，本尊便也将彻底与这片修武界断了联系。上官黄泉道。司空长生目露惊讶，他之前都不知道上官黄泉留下了这等手段，还以为上官黄泉已经不在世了，所以看到上官黄泉才会激动落泪。但他也明白了上官黄泉的话中之意，于是道：宗主大人现身，是因为楚风？上官黄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道：七界圣府进入第9道天河后，广纳人才，实力增长很快。如今在第9道天河内，已是争得一席之地，但当代势力中，也始终被我祖武界宗压制着一头。不过最近出现了变故。什么变故？司空长生面露担忧。七界圣府迎来了一位极其强大的帮手，他的存在会威胁到我祖武界宗的地位。我本想拉拢他，奈何根本无法阻挡他加入七界圣府。上官黄泉话到此处，司空长生便脱口而出：界染青。时代初期，七界圣府最顶尖的强者几乎都进入了第9道天河，可他祖武界宗也是如此。后来者能改变格局的，除了七界圣府在第9天河内培养出的后辈外，他所能想到的
便只有芥染青，而他曾亲眼见到芥染青被芥天染用手段骗入了第9道天河内，所以便有此猜测。上官黄泉则看着司空长生，怎有此猜测？因为芥染青的天赋极其强大，且是7界圣府之人。司空长生道：就不能是7界圣府后面培养出了厉害的天才，或是第9道天河内有强大的戒灵师加入了7界圣府？上官黄泉问：是属下想的太少了？司空长生觉得自己猜错了，面露惭愧。可上官黄泉却笑道：猜对了，就是楚风的母亲，果然是芥染青吗？司空长生闻言表情复杂，他一直都看好芥染青，但之前并没想到芥染青会成为他祖武戒宗的阻碍。楚风破解遗迹的时候，让我看到了更可怕的东西。楚风比他的母亲更具潜力，而他迟早也要踏入第9道天河。不管他与其外公有何恩怨，那都是个人恩怨，与7界圣府本身无关。何况，若是他母亲要他加入7界圣府，你觉得他会拒绝吗？上官黄泉问。此刻，司空长生脸色凝重，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他很欣赏楚风，但却更清楚自己的立场。若是楚风的存在会威胁到了祖武戒宗的未来，他自然不可能为楚风求情。虽然不地道，可将楚风扼杀在这里，对他祖武戒宗而言确实是好事，绝不能让楚风也加入7界圣府。上官黄泉说话间，将目光投向龙窟。楚风不知上官黄泉的想法，也没听到他们的对话。他现在想做的就只是完成任务，获得传承。可他也能感觉到那龙窟内的存在非常危险，所以楚风施展全力布置隐藏阵法，同时也用神路传授他的神印来隐藏气息。楚风，要不算了。淡淡的声音传来，他也感受到了那龙窟内的凶险。楚风没有直接回应淡淡，而是对神路问道：前辈，这里您的力量能施展吗？可以。神路道。得到这个回答后，楚风才传音于淡淡：淡淡，神路前辈能帮我脱困，让我试试吧。行吧，有脱困的把握便试试吧。淡淡只是担心楚风，可若有把握脱困，自然也不会多劝，于是问道：那你有何打算？在外面直接想办法肯定是不行的，若是在外面就能引出来，也轮不到我来做，只能进去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了。淡淡你放心，若真的不行，我会放弃。楚风也知道，就算有神路的力量在，可这股力量是他的底牌，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终于，楚风来到了龙窟境前，刚刚进入其中，楚风便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这感觉，楚风顿时眉头紧锁，这股气息之强，超越楚风正面感受过的所有强者，似乎已经超越了天神。这气息真的假的？真龙的一道残石便如此强大吗？淡淡说道，他也同样感受到了那气息的强大，不只是隐藏在洞内的气息，很大程度上也是这龙窟本身的力量。这龙窟于他确实帮助不小。楚风说道：那怎么办？还进去吗？淡淡又想打退堂鼓了。都来了，看看吧，不尽全力，我心不安。楚风说话间开始深入，对方的气息虽然强大无比，不过好在没有释放威压，不然楚风进入这里将寸步难行。楚风哪怕已经隐藏得很好，可前行起来还是小心翼翼。面对这等强者，他对自己隐藏的手段也是没了信心。不过好在前行了一段距离之后，楚风听到了打呼的声音，这让楚风见到了一丝希望，对方似乎睡着了。随着深入，那呼噜声音越来越大，后来这龙窟内都开始颤动。又前行了一段距离，楚风也总算见到了真龙残石，体积倒不是很大，只有100米长，虽的确是龙的形态，但却没有肉身，乃是半透明的灵魂体，身上散发淡淡的光芒，正盘卧在龙窟之中。而在他盘卧的中心，有着一颗金灿灿的珠子，那珠子散发着浓郁的龙之气息，但似乎还蕴藏特殊力量。哪怕那真龙残石已经睡着了，却也时不时的闻一闻那颗珠子。很快，
楚风发现了规律，真龙蚕食虽然散发光芒，但却会逐渐暗淡，而每当闻了闻那颗珠子，暗淡的光芒便会恢复。虽说这座龙窟内的确蕴含着有助于他的力量，但这颗珠子才是他维持蚕食的根本。若是能将这颗珠子偷走，也许就能将他引出龙窟。楚风说道：“那你打算怎么做？这样直接靠近，太危险了吧？”淡淡说道：“用传送阵法。传送阵法在这龙窟里面布置，且催动之前不能离开龙窟，唯有这样才能吸收龙窟本身的气息，便能最大可能的躲过他的感应。”楚风说做边做，先是退出了真龙蚕食休眠之地，来到他认为相对安全的区域。为了避免惊动真龙蚕食，楚风还是于体内布置传送阵法，再加上要吸收这龙窟内的气息，便导致过程复杂，耗费的时间也很久。不过好在楚风成功布置出这阵法，接下来只需要将传送阵覆盖在那颗珠子上，自己再离开龙窟，催动阵法，便可将珠子偷走。重返真龙蚕食休息区域，楚风开始小心翼翼地将传送阵法覆盖到那颗珠子之上。纵使是楚风，也是冒出了一身冷汗，当真是紧张的不行。毕竟那守护珠子的存在太犟了，若被发现，除了动用神路的力量，便绝无逃脱的可能。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传送阵法成功覆盖了那颗珠子之上。楚风赶忙转身向龙窟之外飞掠而去。只要顺利走出龙窟，一切大功告成。这个过程同样紧张，但好在龙窟的出口已是近在眼前。成了！淡淡大喜。可忽然，淡淡脸上的笑容僵住。那原本盘卧在龙窟深处的真龙蚕食，竟出现在了龙窟的出口处。此刻的他不再是沉睡状态，而是恶狠狠地盯着楚风，且嘴角还带着邪恶的冷笑。前辈！楚风赶忙呼唤神鹿，可当神鹿回答，楚风与淡淡的心顿时凉了大半。糟了，楚风，本神的力量无法施展。与此同时，龙窟之外的上官黄泉与司空长生也是通过入口看到了那真龙蚕食。这么多年了，这条真龙蚕食还是这样喜欢耍人。上官黄泉笑着叹道。司空长生则是不语，尽管极力掩盖，可他的良心依旧不安。他早知会如此，这也是为何没有人能够成功将这条真龙蚕食引出来的原因。这条真龙蚕食会戏耍每一个踏入龙窟之人，然后再将对方杀死。可楚风这等天才就这样陨落，还与他们有关，他良心过不去。小鬼，好手段啊！看样子是个界灵师天才。龙窟入口处，真龙蚕食浑厚的声音响彻。你早就醒着？楚风问。自然，好久莫来人打扰本神了，本神竟有些怀念。原本想多陪你玩会，奈何你这小鬼跑得这么快。真龙蚕食用戏耍的目光看着楚风。前辈，是不是有误会啊？楚风道。误会？你想将本神引出去，还谈什么误会？就用你来补充我这龙珠的力量吧。真龙蚕食说话间，龙爪摊开，那颗珠子出现在其中。此刻这颗珠子不仅抹除了楚风覆盖的传送阵法，且散发诡异的气息。此刻楚风也看得更加清楚，那其中竟是密密麻麻没了本源的骨骸。嗡！然而就在此时，一道结界门在楚风面前张开，淡淡从中走了出来。虽然毫无胜算，可淡淡绝对不会见死不救。横竖是死，不如放手一搏。然而淡淡那暗黑色的气焰刚刚释放，一股结界之力便出现，将淡淡散发的气焰硬生生地封了回去。这让淡淡也感到绝望。可就在此刻，上官黄泉的声音响起，对付他还没必要搏命。竟是上官黄泉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后，说话间已是站在了楚风与淡淡的面前。前辈！楚风看到上官黄泉感到意外，毕竟上官黄泉之前说过要将真龙蚕食引出去，否则他也没有办法。而此刻真龙蚕食也认真地打量着上官黄泉，目光有些恍惚。蠢龙，不认得本尊了？
上官黄泉笑眯眯地说道：“你是那个小丫头，挺能活啊，居然还没死呢。”真龙蚕食笑道，但目光却越发邪恶阴冷。“小丫头，上次叫你侥幸逃走，这一次本神可不会放过你了。”话罢，真龙蚕食大嘴一张，金光喷涌而出，瞬间笼罩了楚风三人。只不过却未能伤到楚风三人，无形的结界之力护住了他们。是上官黄泉的手段。只见上官黄泉法诀变化，数道锁链拔地而起，一层又一层的缠绕在了真龙蚕食的身上。那锁链力量极强，竟将真龙蚕食的身躯都缠绕的扭曲起来，仿佛随时会因强大的力量而崩裂粉碎。然而可真龙蚕食却是仰天大笑：“小丫头，有进步啊！但你怕是忘了，本神在这龙窟之中是无敌的。”真龙蚕食说话间，整个龙窟皆被金光普照，真龙蚕食的力量大增，扭曲的身躯瞬间恢复且开始增大。那封住他的结界锁链滋滋作响，崩碎只是时间问题。“蠢龙，打不过你，本尊还不会跑吗？”上官黄泉掌心一翻，一道金色符纸出现在掌心，符纸燃烧，化作金色的传送之力，覆盖了楚风三人。可与此同时，强大的武力已经封锁了整个龙窟。“想跑？你跑得掉吗？”真龙蚕食自信满满。可下一刻，真龙蚕食呆住，传送之力运转，上官黄泉三人已是来到了龙窟之外。“哟，跑出来了！”上官黄泉笑眯眯地说道。